宋总，明天的请假单麻烦签一下。没空。宋总，我帮你重新烫了美式，你尝尝看苦不苦？正好。夏夏早订好了去三亚的机票，明后天不在，你懂事点，留下来替他加个班。替他加班？我们明天要去领证，这婚期是半年前就定好的。正好我也要去三亚出差，顺路照顾他。至于领证，婚期往后延延就是了，也不差这几天。哎呀，姐姐明天要领证呀，宋总，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，免得影响你们感情。别闹，机票酒店我都订好了，公司马上要上市，需要的是敢冲敢拼的人，不是满脑子只想着结婚的人。谢谢姐姐体谅，等我和宋总回来，给你带免税站的特产哦。8年，我陪他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，替他熬过公司最难的日子。可现在，他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另一个女人，我也该清醒了。爷爷，我认输了，那个联谊盲盒我拆。好，爷爷这就让人去接你。我不请假了，行，我辞职。想辞职逼我现在带你去领证，你能不能懂事一点？夏夏好不容易出去散散心，你作为前辈，替她分担一点工作怎么了？姐姐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你就是平时被我惯坏了，才一点大局观都没有。不是逼你，是真的不干了。行，既然你非要闹，那这个大项目以后就由夏夏负责，公司是我说了算。宋总，这不好吧？这是姐姐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出来的。有些人既然不想干了，他手里的自然该让给更有价值的人。宋总，这不公平！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言之在跟，夏夏才来3天，女主管，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？你8年青春，最后装进一个纸箱里，轻得可笑。沈言之，你想闹脾气，我可以给你时间，1周，等我从三亚回来，你把情绪消化好，乖乖回来上班，到时候我可以考虑带你去领证。宋祈愿，你没有娶我的资格了。言之，你真就这么走了？这不是便宜了别人吗？李姐，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便宜了别人啊？姐姐自己满脑子都是怎么领证结婚，连公司的前途都不顾了。宋总最讨厌没有大局观的女人，姐姐把一手好牌打成这样，也怪不得别人啊。你说谁没大局势？你个小绿茶！算了，别脏了手。夏夏，车已经在外面等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别淋着。这个靠枕好软呀，你都已经离职，应该不会介意我拿来用吧？画枕是他颈椎不好时，我熬了几个通宵，一针一线给他缝的。一个靠枕而已，你喜欢就留着。这么大的雨，他连一句你怎么回去都懒得问。原来心死到一定程度，连疼都会变得很轻。原来有些越界，早就不是今天才开始的。胭脂，我让你成为全城最让人羡慕的新娘。全城最让人羡慕的新娘，可笑。沈言之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在公司闹脾气就算了，回家还给我甩脸色。我不是在闹脾气，我是要搬走。搬走？你要去哪儿？言之，我知道你因为取消领证的事情心里不痛快，但我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去三亚是去见几个重要的客户，刚好夏夏也要去度假，她长得漂亮，嘴又甜，在酒桌上能帮我挡不少事儿。你不要总是这么敏感，动不动就吃飞醋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有点正宫的格局行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不管你做的多过分，我最后都会原谅你？你胡说什么？顺路，只是出差。宋祈愿，你连撒谎都懒得认真一点。夏夏年纪小，说话没分寸，你非要抓着这种细节不放。我现在没空跟你闹，等我从三亚回来，我们再谈。老宅？什么老宅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人终于来接我，回我本来该回的地方了。宋总，你收拾好行李了吗？我在机场 VIP 休息室等你哦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正常的同事交流。夏夏性格活泼，你别总是用那种龌龊的思想去揣测别人。沈言之，你干什么？这8年的感情终于烂得彻底。宋祈愿，我不等你了。又是这一套。沈言之，你为了逼我低头，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宋总，这都等了2个小时了，到底什么时候能飞嘛？
大小姐，您的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回京。哇，宋总，你快看，这才是真正的豪门吧，连走路都带风。那个人是谁呢？那张脸是沈言之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好，未婚妻。顾总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是沈家的私人飞机。你爷爷让我来接你，怎么不欢迎？沈言之，你爷爷没跟你说过，但我觉得你应该听一听。什么事？宋祈苑那家公司3年前因为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差点倒闭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每天熬到凌晨2点，后来奇迹般拿到了3笔订单才起死回生。那3笔救命的订单全是你爷爷在幕后安排的，不止那3笔。这几年宋祈苑能稳步扩张，背后最大的推沈家。你说什么？我那丫头酱非要自己闯，她既然选了那个小子，我就暗中帮着把路铺平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她都不至于受累。这些话是你爷爷亲口说的。8年了，我以为爷爷一直在生我的气，气我执意下嫁，原来他从来没有放手过，一直在暗中托举着我。那我这8年到底为了一个怎样的废物，伤害了最爱我的亲人？哭吧。降落之后，京圈的沈大小姐就再也不需要为垃圾流一滴眼泪了。爷爷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大圈，老了这么多。爷爷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爷爷，对不起。宋祈苑那个混账东西，当着全公司欺负我孙女，还带别的女人跑了。庭审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沈家这几年暗中给宋祈苑的公司输送了至少47个核心客户，如果这些客户在同一时间全部撤离，他的资金链撑不过2个月。那就让他破产。沈老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开始逐步接触那些客户了，1个月就够了。宋祈苑，你以为的成功，不过是沈家给你的施舍。怎么样了？出大事了！你让我跟进的几个老客户，今天上午集体发了解约函。哪几个？宋总，全部！截止今天下午3点，公司收到了23份解约通知，对方说违约金照赔，但合作到此为止。23个客户同时解约，这不可能！到底是谁在背后搞我？宋总，晚上去吃海鲜好不好？我在网上查了一家。别烦我！怎么了吗？心情不好？我说了别烦我，你听不懂吗？顾氏和沈氏联姻，到场的肯定都是顶级企业家。如果我能混进那场婚礼，公司或许还有救。宋总，你去哪儿？走吧，我的乖孙女。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。顾总，沈董事长，求您给我1分钟，就1分钟！我是腾飞科技的宋祈苑，我有想不想跟您谈？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！腾飞科技不是前2天爆资金链断裂那家，胆子也太大，居然敢闯到这儿来拉投资，不要命了！顾总，沈董事长，我知道今天冒昧打扰很失礼，但我的公司真的只差一笔周转资金，求您。沈言之，怎么会是你？你就是沈家大小姐！你终于知道，可惜太晚了。叶芝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当众驳你的面子，不该带林夏夏走。我们8年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今天闯进我的婚礼，现在我要你背上天价债务，连骨头都不剩。叶芝，沈叶芝，你看看我真的错了。请问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宋总，银行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求3天内偿还全部贷款。3天啊，我们账上1分钱都没了。有件事，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第一次见你，其实是在8年前，你爷爷60大寿的宴会上。8年前？那天你急匆匆地跑出去，说是要赶回去给加班的男朋友送饭。我当时就想，那个男人真幸运。后来我调查过宋祈苑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但你选了他，我没有立场去干涉。我以为那8年里，
我只是一个躲在角落里不被人疼爱的傻瓜。直到4年前，我听到了你和家族对赌的事。我从4年前开始，每周去陪你爷爷下棋。为了让他彻底放心，我把我名下顾氏10%的股份和一份自愿赠与所有财产的婚前协议锁进了你爷爷的保险柜。你说什么？全部财产？是，所以我才是这场联姻里唯一的盲盒。我用了4年时间向你爷爷证明，如果有一天你在这场豪赌里输得遍体鳞伤，我顾廷琛就是你兜底的王。宋启源用了8年向我证明他的凉薄，而顾廷琛却用8年向我证明我有多珍贵。顾廷琛，谢谢你照顾我爷爷。我还以为你要骂我心机深沉，蓄谋已久。我们虽然结了婚，但真正认识的时间只有半个月，以后的日子我们慢慢来。好，不着急，我有1辈子的时间。大小姐，老爷子刚出炉的桂花糕。大小姐，您看今天的新闻了吗？正式批捕，这一天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。当初敢动我沈家的孙女，就该想到有这么个死局。他做了什么，能让检察机关这么快动手？老爷子，公司资金链断裂后，宋祈愿为了自救，竟然丧心病狂到伪造财务报表，向3家银行骗取了巨额贷款，数额巨大，性质恶劣，这不仅仅是破产的问题了，这是要把牢底坐穿。是啊，那3家银行已经联合起诉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小宋总，如今竟然沦落到这种下场。评论区里倒是挺热闹。大小姐，这墙倒众人推，您看这些冒出来的前员工爆料，一个比一个狠。都说他当风初那是认为亲，现在看来，他那时候就已经在自掘坟墓了。看完了？看完了。说说现在什么感觉？是看到他落魄了心里痛快，还是觉得毕竟8年，多少有点可惜？爷爷，说实话，没什么感觉。4个月前，我或许还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，甚至会觉得心寒。但现在，那张照片里的人和我之间，就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。哦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我看到他已经激不起我任何情绪了，他已经是个陌生人了。谁呀？瞧你笑的，嘴角都快挂到耳根子去了。是庭深。哼，这臭小子拿2把破棋子就想来换我的宝贝孙女。回吧回吧，省得他一会儿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要人。他哪敢嘛！这京圈谁不知道沈老爷子最护短。大小姐，外头还有一件事。林叔，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？说吧。是那个林夏夏，她刚才跑到沈家大门口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说想求您见一面，求您帮帮他。现在人就跪在大门口，那样子引得不少路人都在回头看。帮他？他觉得我有什么理由要帮他？他说只要您愿意大发慈悲给他一份工作，让他在沈家干什么都行，洗碗扫地都成，只要能给他一条活路。让他走，沈家是不会养白眼狼的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打发了。以后他要是再来，直接让保安拦掉，不用再进屋通报。这种人的消息，我半个字都不想听。是，大小姐。这才对，我沈家的孙女儿就该有这份果决。那些乱七八糟、心术不正的人，搭理他们纯粹是浪费时间。爷爷，您还有心思说笑？就半块，我就再吃最后半块，成不成？言之啊，你这丫头就是心狠。你爷爷我这辈子就这点爱好了，你也要剥夺？爷爷，
医生说的话您当耳旁风，我可不敢。你要是再赖皮，明儿我就让林叔把这所有的甜点师傅都辞了。你这真是不孝孙女，气死我了！爷爷，哎呦，庭深来了，快坐快坐，别理这丫头，她正没大没小的克我伙食呢。听闻爷爷最近奇性大发，我前阵子让人去苏州寻的那套紫檀木棋具，今早刚运到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庭深啊，还是你有心，事事都记挂着我这老头子，不像某些人整天就知道盯着我那2块糕点。我看啊，庭深比我那不争气的孙女强多了。爷爷，您这话可真让我伤心。上周是谁拉着我的手，说我亲手买的那罐龙井茶是全天下最好喝的？有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眼里现在只有这副棋。刚在门口碰见林叔，听他说，那个林夏夏来过了。他刚才在门口跪着呢，说想求个活路，求我给他一份差事。你见他了？没那个必要，我让保安直接把人赶走了。现在的他，对我而言不过是个陌生人，连激起我一丝拨讯的资格都没有。处理得好，这种自寻死路的东西，以后你连一个眼神都不必分给他。以后这种琐事直接交代给林叔去挡，别让他那点脏事脏了你的耳朵，坏了喝茶的兴致。另外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从今天起，整个京圈只要是叫出名号的公司都不会录用他。他当初既然有胆子伸手抢你的东西，就该想到今天，敢算计我顾庭深的夫人，就要做好承担倾家荡产、走投无路的后果。庭深，怎么，被你先生的手段吓到了？庭生，谢谢你帮我处理那些糟心事，还有顾及我的名声。跟我永远不用说这2个字。晚饭还想吃点别的吗？我刚才特意叮嘱过阿姨，让她准备了你念叨过的淮山排骨汤，还有你最喜欢的松鼠桂鱼和蟹粉豆腐。哎呀，我这老骨头算是看明白了，在这儿待着纯粹是当电灯泡。爷爷，您说什么呢？走走走，你们俩赶紧回你们的小窝去吃，别在我这儿碍我的眼，看着你们腻歪，我这手里的棋子都不香了。我让厨房给我随便煮碗面就行。庭深，我可把孙女交还给你了，好好照顾她，是再让她受一点点委屈，不管是姓宋的还是姓林的，只要她不痛快了，我这老头子头一个饶不了你。爷爷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这辈子谁也别想动她分毫。这本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体贴和安稳，可为什么面对他的好，我竟然会觉得有些不知所措？从老宅出来就一直不说话，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像在做梦。4个月前，我还在为宋祈源那个随时会崩盘的公司熬夜加班，每天除了咖啡就是算不完的报表，连睡个整觉都是奢。可现在，我却能坐在你的车里，不用去想那些烂事儿。这种生活是我以前甚至不敢去想的。胭脂，看着我，这不是梦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以前那是有人眼瞎，把你当成廉价的劳动力，但在我这里，你值得所有最好的东西。那些过去，不配再绊住你的脚。你说的对，人得向前看。先生、夫人，晚饭准备好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这汤多喝2碗，阿姨炖了4个小时，最是补气息。你也吃啊，别光顾了我。你今天在公司开了一天会，不累吗？不累，看见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这照片，胭脂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庭深，你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？你当时也在，怎么想要拍下这张照片？因为照片里的你眼里有光，那是我这辈子最羡慕的样子。羡慕我的愚蠢，还是羡慕我不顾一切的作践自己？不，
那场寿宴里，所有人都在聊生意、聊利益，唯独你提着那个保温桶，像一团火一样从我面前跑过去。沈言之，你不知道当时的你有多动人，动人到我想用余生去守护那份纯粹。大小姐，这饭哪有老爷子授业重要啊？祈愿在加班，他胃不好，我必须得赶紧过去。这8年，我看着你为他熬夜，看着你受委屈，言之，我比谁都希望你能幸福，哪怕那幸福不是我给的。可你怎么能忍住一次都不出现在我面前？你就这么看着我一点点变枯萎，看着我被他消磨，你心里不疼吗？疼，疼到无数次想把你抢回来，但我怕。怕什么？怕惊动了你的梦，怕你回头看我的时候眼里带着恨。我只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尽量让你那场梦碎得晚一点。顾庭深，你真的太傻了。所以那些年，我以为的运气，都是你在帮我，对不对？4年前那个纠缠我的醉酒客户，那天雨太大了，我接你晚了5分钟，看着你摔在泥里，我当时掐死自己的心都有了。那个人，我让他彻底在京圈消失了。还有3年前宋祈苑那个差点让他破产的项目，是顾氏暗中投的资金吧？我不出手，你就要去求别人，甚至要去卖自己的设计稿。言之，我宁愿让他风光几天，也不想看你低声下气。原来那些突然解决的麻烦，那些莫名其妙消失的恶意，都不是运气。顾庭真，你到底躲在阴影里看了我多久？8年，看你哭，看你笑，看你为了那个不值得的人拼命。我告诉过沈老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顾庭深永远是你的底牌。我这辈子的步步为营，都是为了把你护在我的视线里。你是真傻，如果你早点站出来，哪怕只是一次。那时的你眼里只有他，我不想逼你，我只想在你撑不住的时候，能伸出手就接住你。那这一次，换我走向你，顾庭深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躲进阴影里了。顾大总裁，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，你居然亲自动手。醒了，去洗漱，5分钟后开饭。阿姨呢？你怎么把她抢下岗了？我准了阿姨的假。今天是我们结婚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早晨，我想让你醒来吃到的第一口热饭是我做的，加了干贝提鲜，养胃的。你的胃在宋祈苑那儿吃了不少苦，以后得精细着养。对了，言之，你之前提过不想在家闲着。我大学学的是设计，在宋祈苑那儿的8年，方案大半是我熬夜抠出来的。回沈家，我不想带任何在家式光环，我想证明我沈言之自己就能立足，我不能一直依附你。言之，你要记住，我爱你，但绝不会把你关在笼子里当金丝雀。我怕你累，是因为心疼你过去的苦，但只要是你热爱的，我顾庭深永远是你第一个支持者，也是你最后的底牌。看看吧，这是给顾夫人的入职贺礼。这是国贸大厦，那是京世纪地段最贵的地方。顾庭深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？我这几天一直跟你在一起，竟然一点都没察觉。从你那天在老宅跟我说你不想虚度光阴，想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秒起，我就让助理去办了。装修、设备、选址，这得耗费多少心力？你每天处理顾氏那么多财报，竟然还有心思帮我抠这些细节。只要是关于你的事，在我这里都是最高优先级的。我知道你心气高，不想走沈家的后门，也不想让人说是依附我顾庭深的菟丝花，所以工作室的启动资金和半年的租金，在账目上都挂在顾氏名下的投资项目。这算是我借给你的私债，等你以后成了京圈首席设计师，赚钱了，再一分不少的还给我，如何？你就这点格局？顾庭深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沈小姐，既然拿了我的投资，那我就得行使投资人的权利了。顾总有什么最高指示？丑话说在前面，不许熬夜加班，不许为了赶稿子就随便吃方便应付。以后每天晚上8点，我会准时去国贸接你回家吃饭。要是让我知道你为了工作累坏了身体或者不好好吃饭，我就立刻行使投资人的撤资源，把工作关了，把你抓回来天天关在家里。听懂了吗？知道了，顾大总裁，我会准时打卡下班，绝对不给您撤资的机会。好啊，
我孙女儿这地方选的有眼光，呵呵，比那破旧的写字楼强出100倍去。言之，看着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我是真心为你高兴。你这设计才华，圈子里谁不知道？早该自己出来独当一面了，可不是吗？以前在宋祈院那儿，你熬几个空销画出来的手稿，功劳全记在他名下，咱们看着都替你憋屈。都过去了，以前那是眼瞎，把废土当成了地基。李姐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我正式向你发邀请，我这儿运营主管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，你敢不敢跟我再拼一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在那儿待着，天天受气，跟你干才是真的有奔头。只要你不嫌弃我这把老骨头，我这100来斤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以后我们一起好好干。言之，你快看，这是刚送来的第3份项目合同。虽然都是些中小型的单子，但甲方那边指名道姓说是冲着你沈言之的名头来的。不管项目大小，都要拿出100%的诚意，哪怕是个厕所的改造方案，也要抠到最细。明白。咱们团队这段时间为了这些单子，确实是拿出了不要命的架势。沈总，刚才我听前说，现在业内都在传国贸这儿出了个设计狂魔，不仅出图速度快，风格还特别犀利，已经有好几家老牌公司开始打听咱们的背景了。口碑是靠作品砸出来的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。告诉大家，这只是开始，我要让言之设计这4个字成为这圈子里的唯一标杆。言之，出事了！咱们刚签意向书的那个天汇地产项目被人半路截活了。意向书都签了，这圈子里谁这么没规矩？被谁抢了？是陆氏建筑，陆明宇。陆明宇，顾氏的那个死对头。就是他。他这不明摆着是针对顾总吗？他不仅报了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，还在甲方那边放话，说咱们这种小工作室能接到项目，全是因为你是顾夫人，说咱们除了顾总的关系，根本没有真本事，纯属是拿甲方的项目练手。通过我给庭审难堪，陆明宇这手段还真是和传闻中一样阴狠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甲方那边现在动摇的很厉害，王总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语气犹豫的不行。说陆氏给的利润空间太诱人了，而且陆氏放出的那些流言，确实让甲方的董事会对咱们的商业性产生了怀疑。别慌，既然他想玩阴的，那我们就用阳谋，把手头所有的事情都先放一放，把那个项目的方案再完善一遍，尤其是陆氏最弱的细节化处理。可是言之，陆明宇那边价格压得实在太低了。王总那个人你了解的，他是个地道的商人，最看重的就是成本。咱们现在的价格根本没法跟陆氏打价格战。价格从来不是唯一的标志。陆氏那种走量流水线的模板方案，虽然便宜，但没有任何灵魂。我们的设计和服务是陆明宇那种只看利益的人给不了的。甲方的王总不是傻，他想要的是地标，而不是廉价的烂尾楼。准备一下，我亲自带队去甲方公司谈，相信我，这一局我们一定能赢。哟，沈小姐还真来了，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这个项目我们陆氏志在必得，你还是趁早回去陪顾总喝茶吧。王总，抱歉久等了，这是我们工作室连夜完善后的天汇项目终极方案。我相信以王总的眼光，看完之后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沈小姐，这个中庭的自然采光设计，还有一套垂直绿化的理念，这简直太惊艳了！我原本以为陆氏的报价已经是极限，但你的设计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，不是超出了整个行业的标准。王总，设计好有什么用？现在的行情，成本才是硬道理。我提醒你，我们陆氏报出的价格可比他们研之工作室要整整低了20%。沈小姐，情怀不能当饭吃，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差距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陆总，在商言商，价格低确实是诱惑，但价格低有什么用？天汇地产要做的是城市名片，是地标，我们要的是品质，是无可替代的效果。沈小姐的设计里有灵魂，她能给这个项目带来的价和长远价值远远超过那20%的成本。沈小姐，抛开所有的背景不谈，你的专业征服了我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王总，您选的不是我沈言之，而是天汇的未来。言之，
陆明宇简直是疯了，他天汇的项目没抢成，现在报复起来了，开出3倍工资，把咱们一半的设计师都挖走了。谁要走？沈总，对不起，陆氏那边不仅给3倍薪资，还说跟着您这种关系户没前途，早晚会被顾总的对手整死。不用道歉，李姐，既然心不在了，强留也没意思。所有要走的人立刻结算工资。但有一点，陆明宇能给你们高薪，是因为你们手里带着我的半成品，敢把方案带走一片纸，法务部会陪你们玩到底。沈总，第3个了，之前签了意向的几家老客户，全都发来函文要中转合作。光汇集团，最主要的是那笔大项目的光汇集团也发来了终止函件。理由？陆明宇在圈内放话说，只要谁跟咱们合作，陆氏就利用人脉掐断谁的原材料供应。他还发了大量匿名稿，说您是靠出卖美色才换来顾总的投资，说咱们的设计图全是代笔。陆明宇这是想玩釜底抽薪，他不仅想要抢项目，还要搞臭我的名声，彻底封死我的路。不是人人都是王总，愿意给我们机会。言之，要不你跟顾总商量一下，陆明宇这是在打顾总的脸。不，如果事事都要庭身出手，那我开这个工作室的意义就没了。陆明宇觉得我是攀附顾氏的菟丝绦，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这朵花是怎么杀人的。沈小姐，传闻你利用顾太太的身份非法夺取中小企业的设计名额，对此你有什么回应？陆氏举报你学术造假，说你在宋氏期间的项目其实都是宋祈苑代笔，你现在江郎才尽了吗？第一，顾太太是我的身份，但设计稿是我的命，我从不拿命开玩笑。第二，陆氏如果觉得我造假，请直接起诉。最后，告诉陆明宇，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抹黑一个女人，只会证明她在专业领域是个彻头彻尾的败类。半个月后的行业竞标会，我会让她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本事。银行那边停了你的贷款额度，也是陆明宇打的招数。言之，你非要撑到山穷水尽吗？这张支票足够你再开10个工作室。庭深，陆明宇在等着你出手，只要你帮我，他就会向所有人证明我是个废人。可你现在的工作室连下个月房租都交不起。谁说我要交房租？陆明宇抢走了天汇的项目，但他不知道天汇那个地块有致命的结构缺陷，他的设计稿是炒搬了3年前的一个废弃方案。庭深，别给我钱，借我一个人脉，我要见光辉地产真正的幕后大老板。沈小姐，工作室人都跑光了，还来丢人现眼。听说你快破产了，要是求我可以考虑雇你来陆氏扫厕所。陆总还是先担心下自己的项目能不能动土吧。经评审组合议，陆氏建筑提交的设计图纸通过。李总，等等，在签约之前，请大家看这组数据。陆总的设计方案为了省钱，牺牲了40%的避震性能。天汇这块地是砂质涂层，如果按这套图纸建，半年内必塌。王工，你们几个上来！沈言之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早就挖好了坑等我跳！不是我挖了坑，是你自己心术不正，想靠偷工减料和排挤对手来获利。陆总，你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。顾太太，不，沈总，是我们有眼无珠了，求您务必接受我们公司的设计，酬劳我再加3成。对，我们也是这个意思。3成？现在我的工作室名声大噪，想约稿，请按市场价的翻倍来谈。都听他的。翻倍，没问题，沈总。几位老总，听到了吗？我夫人的时间很贵。这次我真的靠自己赢了。你一直都能赢，哪怕没有我，你也会是京圈最耀眼的明珠。谈完了？彻底搞定了。王总亲自签的字，陆明宇在里面脸都绿了。回家给你庆祝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没有你顾大总裁的1分面子。厉害，我的言之一直都是最厉害的。不过陆明宇那个人的心胸比针尖还小，这次丢了面子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言之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麻烦，哪怕是再小的事儿，也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自己硬扛。知道了，顾管家。不过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
他要是再敢来惹我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什么叫专业碾压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原来被人毫无保留爱着的感觉真的这么好。顾庭深，这又是哪儿？你这周末的神神秘秘就是为了带我来郊游？进去就知道了。好香啊！这整座庄园里竟然全是桂花，这里怎么会有规模这么大的桂花林？是原来原主留下的吗？不是，是我种的。你种的？这么多树，什么时候种的？8年前，在那场寿宴上第一次见你之后，我就买下了这里，开始让人移栽树种。8年前，你是说，从你认识我的那一天起，这里就开始存在了？我记得你那天在角落里跟朋友聊天，随口提过一句，说你最喜欢的花是桂花，所以我当时就想要为你建一座林子。8年前，2920天。顾庭深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8年前我满心满眼都是别人，甚至连你的名字都叫不上来。万一我这辈子都执迷不悟，万一我一直都不跟你在一起呢？你就打算让这片林子在郊外烂掉吗？我想过那个万一，但我更想等有一天你愿意回头看我了，或者你累了想找个地方歇歇了，我就带你来这里。我想让你亲眼看看我为你种下的这片心意，它没烂掉，它一直在等它的主人。以前我总在想，如果你在那段感情里过得幸福，那我就把这片林子当成一个永远的秘密。幸好我等到了。这里还有房子？这里是我平时休息的地方，生意场上那些推杯换盏太吵，累的时候我就来这儿坐坐。进来看看吧。顾庭深，这些全是你拍的，你到底跟着我看了多久？看着你受委屈，看着你为了那个混蛋深夜痛哭，言之你不知道我的心有多疼。那时候我恨不得冲出去把你带走，但我知道那时候的你眼里根本看不见我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没有资格，你有你的坚持，我有我的克制。我能做的只有在那段看不见光的日子里默默守护着你，等你回头。顾庭深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那时候怎么就那么瞎，满世界去找一点点可笑的关怀，却从来没回头看你一眼，让你一个人等了这么久，守着这些冷冰冰的照片过日子，我真的对不起。傻瓜，道什么歉？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选择。那时候你眼里有光，虽然那道光不是照向我的，但只要看到你还在努力生活，我也就有了撑下去的动力。可这不公平，8年啊！没关系，感情里哪有什么公平？只要最后出现在我户口本上的人是你，哪怕再等8年、18年，对我来说都值得。庭深，以前在京圈，人人都传顾太子爷手段冷硬、无欲无求，现在的你和传闻里一点都不像。手段冷硬那是给对手看的，至于无欲无求，那是因为我想要的，这京圈里没人能给我。顾家的情况远比外界看到的要复杂，外人都羡慕顾家泼天的富贵，可谁知道，在那样的家里长大，活命都成了奢望。我父母走得早，在我还不懂什么叫哀悼的时候，就已经被丢进了顾氏那个狼窝。从小到大，我的每顿饭每杯水都要经过检查，在顾家没有亲情，只有算计。18岁那年，我被推上总裁的位置，说是接班，其实是把我架在火上烤。18岁，那时候我还在为学校的考试发愁，你却要面对那些商业巨鳄。用了整整5年，5年时间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我必须比他们更狠、更绝、更算计，才能把那群想把我生吞活剥的所谓长辈一个个踢出局。等到我终于肃清了所有反对势力，彻底坐稳这个位置时，我才发现，
每天除了永无止境的工作，就是冰冷的财务报表。我觉得生活极其没意思。直到8年前，我在你爷爷的寿宴上遇见了你。所以你一直说我是你的光。那天你闯进我的视线，明明自己也累得满头大汗，却为了一个可笑的承诺去照顾宋祈愿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灵魂，还可以有这么温暖的颜色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我都要把你护在身边，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。宋祈愿给不了你的，我顾廷琛翻遍这京圈也会捧到你面前。我男朋友今晚订了云端餐厅，听说那儿的七夕套餐要提前1个月预约呢。那算什么？咱们工作室现在的业绩蒸蒸日上，等会儿下班你可得让他好好表现。言之，今天可是七夕，全京圈都在盯着顾总呢。怎么样，顾大总裁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天大惊喜？他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早会开到下午3点，能有什么惊喜？估计就是回家吃顿饭。我才不信呢！顾总那性子，要么不出手，出手肯定是大场面。真不知道，他半个字都没透。哎呀，这就是顶级的浪漫，叫悬念。顾总今天这一身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的颁奖礼吗？确实是颁奖礼，不过我是去领奖的。领什么奖？领顾太太今晚的时间。庭深，来这里干什么？今晚这里好像没有演唱会或者球赛啊。进去就知道了。怎么一盏灯都没有？别怕，我在。这是……这张照片，我记得那时候这张票我攒了好久的钱。8年前，你为了陪宋祈愿去见一个所谓的重要客户，在开演前1个小时，卖掉了自己攒了3个月零花钱才买到的门票。那天晚上，你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，只有1行字：好遗憾，没能去看你的演唱会。我看到了，所以我买下了这场演唱会完整的母带和录像。这8年，它一直锁在我的私人保险柜里。我想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在这儿安安静静的把它看完。这件裙子，这是你8年前在国淘商场看中的那条，你试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放下了。你还记得？因为那天宋祈愿说他的公司需要一笔周转资金，你把买裙子的钱全投进了他的口袋。你舍不得买，我买。他已经在我的衣柜里挂了整整8年。哪怕尺码早已不再适合，但我一直在等，等一个能亲手把它送给你的机会。还有这个，8年前你说你想去大理看云，想去洱海骑行，宋祈愿答应了你无数次，却永远在说等公司稳定了再去。他没有时间，我有，1张是你的，1张是我的。机票没有过期，我们的时间也没有过期。严可，现在我想带你去大理，补回这8年的遗憾，好不好？顾廷琛，你怎么能记这么久？严可，8年前我看着你走向别人，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。这8年，我一直在原地等你，看着你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满身伤痕。现在，我不想再等了，也不想再放手了。这是素全。这枚戒指，是我8年前第一次想向你表白时买下的。那时候我还没坐稳故事的位置，能给你的不多，但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能有幸娶你，一定要用这枚戒指向你求婚。沈言之，这枚戒指等了你8年，我也等了你8年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是为了应付爷爷，也不是为了家族联姻，只是因为你愿意把余生交给我，好吗？你这个笨蛋！
谢谢你，言之，谢谢你愿意回头看看我，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顾庭深，以后换我来走向你。言之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！咱们言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顾总，你要是敢对言之不好，我们工作室上下可不答应。特别好。好啊，庭深，你这臭小子瞒得我好苦。今天我这颗悬了8年的心，总算是了却了一桩最大的心事。言之，以后受了委屈别憋着，爷爷和庭都是你的底气。以后只有惊喜，没有委屈。李姐，以前我觉得我做了一个8年的长梦，梦里全是灰色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那个痴梦终于醒了，而我醒来时，遇见了属于我的星河。